一节书本之外的社会课，一个陪你成长的摆渡人。就只能剩2.84美元，也就只够在便利店买个三明治。迫于无奈，女博士只能再找一份兼职，这就意味着她每天得工作14个小时，手头上才能稍微宽裕一点。每天从早上8点到晚上10点，整个人就像陀螺一样不停地转。做了1个月的服务员，除掉生活所必须的开销后，女博士最终口袋里只剩下22美元。22美元能做什么？也不过是吃5个汉堡，就连生病做个检查的钱都不够。服务员的工作让一直生活优越的女博士发现，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很多不公平。有的人一生下来就有享不完的福，有的人只能让自己马不停蹄的工作，才能勉强让自己有饭吃有床睡。女博士的第2份工作是清洁工，每天女博士都要出入高档别墅区，在主人的面试中跪着擦完地板。刷马桶时，即使要面对恶心的污渍，也要面不改色认认真真的擦完，因为一旦被发现，一天的工钱都会被扣光。有一次，女博士照例去一个雇主家打扫卫生，说来也巧，这个女博士曾去雇主的学校做过演讲。在干活的时候，女博士生怕会被雇主认出，尤其当她一直盯着自己看的时候。当时女博士一个劲儿在心里演练到底要怎么样回答她的提问，但女博士发现自己根本就是想多了，雇主压根就没有把她放在眼里，盯着她看只是为了确保她是跪着把地板上的污渍擦洗干净的。如果说餐厅服务员感受到的是身体的劳累，那做清洁工就是尊严的压迫。尽管他们是靠双手养活自己，但没人瞧得起他们。雇主看不起他们，看着他们满头大汗，非但不会心生怜悯让歇一歇，还怕他们会在自己的房间喝水。就连便利店的售货员也看不起他们，
卖东西的时候都是各种皱眉头，各种吼叫，女博士都会觉得受到了屈辱，但她也只能躲在出租屋的淋浴喷头下嚎啕大哭。她不能发火，更不能有怨言，要不然一天的活就白干了。清洁工的工资稍微高了一点，除掉基本开销后，女博士一个月攒了203美元，但这就能买一件外套的钱，需要女博士一天做2份工作，一周连续7天才能换来。清洁工的工作让一直骄傲的女博士发现，这个世界上的尊严是最不切实际的东西。因为生活的压迫，多少人宁可为高一点的薪资放弃自己的尊严。就像马斯洛的需求理论，这些可怜的人还在为生计奔波，哪里还有时间去考虑生活？女博士的最后一份工作在大型连锁超市，这么大的平台应该会有一点改变吧，但现实却回了她一记耳光。越大的平台，每个人的工作划分的就越细，完全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想要晋升那简直是难上加难。每天女博士只需要做一件事，把商品码放整齐。工作很简单，甚至不需要动一下脑筋，只需要重复一个动作长达10个小时就够了。这种长时间的机械式工作让女博士完全变了一副模样，她目光呆滞，双腿肿胀，大脑一片空白。不仅是她，就连她身边的同事也变得麻木不仁。看到受伤的同事，不是同情，而是在想为什么不摔断腿呢？我以为只是在卖掉自己的时间，但现实是我真正卖掉的是自己。一开始女博士也会质疑，为什么这些底层的人不想办法提高核心竞争力？等自己被工作磨掉了所有的热情后，女博士发现所谓的提高核心竞争力，很多时候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超低的工资，巨大的生活成本，只有下班后的兼职才能勉强生活。很多人做完兼职回到郊区的家中都已经是深夜了，被掏空的身体和精力根本没有办法去支撑一份学习计划。这根本不是因为精英口中的目光短浅没有恒心，而是时间和精力根本不允许。理货员的工作让一直优秀的女博士发现自己的成就并不只是因为努力。那些赚着最低薪酬的穷人们，他们的努力不亚于任何一个精英，他们的智商情商也并不低，只是因为没有机遇，不够幸运，他们生活只是周而复始的重复着。很多社会精英之所以能成为佼佼者，除了自身因素外，最主要的是能有一个好的机遇，能有一个好的环境去成长。女博士在底层的生活，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缩影。即使她做着跟底层人一样的工作，赚着同样的薪水，住一样破旧的房子，吃一样没营养的饭菜，但她还是有很多穷人不具备的优势。比如她曾有很多的医疗，有着丰富营养的饮食，有着多年的健身习惯，这都让她有一个更健康的身体去承受重体力活带来的伤害。最重要的是，除了吃住外，她没有其他额外开支，贫穷对于她只是一种体验罢了。这让她不会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崩溃，也能让她在工作中保有持续的积极性和热情。而她身边的那些人，那些日夜努力在贫困线挣扎的人们，贫穷带给他们的永远不是什么好玩的体验，更多的都是挣扎与痛苦。因为穷，人变得目光短浅，根本没有为长远打算。一个男厨师为了能省几块钱的晚餐钱，偷拿面包，最后被扣了1周的工钱。因为穷，人受了委屈，也只能咬碎牙齿往肚子里咽。一个女服务员经常被男朋友拳打脚踢，她不离开的原因不是因为爱与依赖，只是为了能省下几百块钱的房租。当然最可怕的还不是这些，而是穷会引起更加严重的贫穷。一个建筑工人因为小受伤没钱吃抗生素，伤口不断感染恶化，最后连路都走不了。连着几天没上班后，老板也毫不犹豫地把他开除了。原本100-200就能解决的问题，最后硬是拖成了重病，不得不花更多钱，造成更多的损失。这就是现实，并没有像成功学描绘的那般简单。有人开豪车住豪宅，有人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这就是社会真实又残酷的一面。如果有选择，世上没有人愿意去经历贫穷。不是所有人对自己的人生都有选择，可以去过任何一种想过的人生。在这个向知识型、专业性发展的社会，如果没有知识、没有技能，穷人很难领到改变命运的入场券，打破贫穷的代代传递。这不是靠能吃苦就能改变的。对于这些人，我们没有必要苛责，因为我们都不曾经历过他们的人生，根本没有权利去批判。除了高高在上的批判，我们能做的有很多，大到给一个孩子接受教育的机会，小到给他们一个善意的微笑。有时候我们能拥有的多，也只不过是运气好了一点，挫折少了一点而已。正如那句经典的台词所说，当你想批评别人的时候，要记住，这世上并不是所有人都有你所拥有的那些优越条件。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谢谢您耐心观看。如果您有任何建议和想法，欢迎在下方留言。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还望订阅星河百度频道，点赞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星河将不胜感激，继续分享更多有关成长的优质内容。一个人可以走多远，关键在于与谁同行。愿成长之路有你我相伴。这里是星河百度，我们下期不见不散。